杀人狂的基因能遗传吗？这个男孩正在参加警察学院的面试，考官很快识破了他的身份。男孩的名字叫罗武，10年前他亲自报的警，还做了证，最终让他变态的父亲被捕入狱。考官问大家想要成为警察的原因，其他考生提出10年前的连环杀人事件来讨论，表达了他们的理想与抱负。罗武则告诉大家，他想成为警察是为了救赎他的父亲，就是10年前那起连环杀人案的凶手老李。全场顿时变得惶恐不安，众人窃窃私语起来。另一边，一个女孩在剧组试镜，导演对她很不满意，正打算让她离开。女孩开始表演剧本中一段杀人受害者的反应，她浑身颤抖，冒出冷汗。导演立刻被她的表现吸引。女孩的表演并不是因为演技好，而是因为10年前她亲眼目睹了父母被杀，对她来说，光是念台词就足以让她感到恐惧。考试结束后，考生们私下里讨论罗武，有人质疑一个杀人犯的儿子怎么能成为警察，也有人表示恐惧。走廊中人们脸色惊恐，但罗武早已习惯这些。在回家的车站，罗武在屏幕上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这个女孩名叫乐园，关于他们的故事还得从10年前讲起。乐园的妈妈是个著名的明星，她的爸爸是个企业家，她还有一个温柔帅气的哥哥。乐园的父母厌倦了大城市的喧嚣，因此选择搬到乡下生活。而罗武的境遇就不那么幸运了，他的父亲老李具有反社会性人格，母亲早年去世，现在的继母是老李的第3个妻子。罗武还有一个混迹街头的哥哥，只有继母带来的女儿小珍，相对来说还算正常。罗武天性善良，性格比较内向，尽管他们不是他的亲妈和亲妹妹，他还是会主动去继母的餐馆帮忙，并负责接送小珍上下学。那一天，他背着小珍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刚搬家来的乐园。在樱花树下，两人目光相交，乐园对罗武一见倾心，罗武也首次感受到了心动。变态杀人魔的儿子爱上了受害者的女儿，这段感情能否走到最后？女孩在樱花树下对这个男孩一见倾心。第2天去学校，乐园因为没穿校服被老师责备，罗武站出来帮他摆平问题，结果两人一起被惩罚。在操场上跑步，机灵古怪的乐园假装晕倒逃过了惩罚。回到教室，乐园被安排坐在罗武旁边，性格直爽的乐园主动发起攻势。看着乐园那甜美的笑容，罗武害羞的不敢看他。那晚大雨倾盆，一只金毛犬挡住了货车的路，老李从车上走了下来，金毛对着老李不停吠叫。乐园急忙跑出来寻找自己的爱犬，在一栋房子外听到狗叫，他悄悄地走到地下室，一个男孩正拿着锤子敲打着关狗的笼子，这个男孩就是罗武。这时老李突然出现，用凶狠的眼神逼问乐园怎么进来的。乐园被吓得坐倒在地。罗武知道父亲那种眼神意味着什么，立刻解释他是自己的同桌。老李马上变了一副和善的面孔，还把金毛狗还给了乐园。离开时仔细打量了乐园一番，罗武紧张地握紧了乐园的手。在回家的路上，乐园注意到罗武手上的伤口，看着罗武总是把事情藏心里的样子，乐园既生气又心疼。罗武却请求乐园忘掉今晚的事，在学校里也假装不认识他。直爽开朗的乐园却向罗武表白了。面对刚认识1天的女孩的表白，罗武当场呆住了。罗武一直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中，自卑且害怕交朋友，因为老李一直想把他培养成另一个冷血无情的人。罗武明白，只有让乐园远离，才能确保他的安全。但乐园握起了他的手，这一刻他首次感受到温暖。来到乐园家，乐园的妈妈立刻看出了这个小男孩眼中的孤独，他握着罗武的手，让他以后常来。临走时还给了罗武一条丝巾。回到家，老李审视着儿子，他要求罗武不要忘记自己的使命。罗武默默地点头，转身就看到了父亲留下的锤子和字条。看到父亲留下的话和锤子，罗武意识到乐园已被父亲盯上。那一天，老李去一个老奶奶家修水管，发现家里没人，老李忍不住动了手。处理完正事，一如既往严谨的老李到地下室做最后收尾。回到餐桌，老李还亲切地和女儿交谈。电视播出了老奶奶被害的新闻，哥哥贤武看着电视，表情显得很胆怯。弟弟罗武似乎也知道了些什么，听到新闻说没有找到凶手的线索，老李露出得意的笑。就在昨晚，乐园误入了老李的地下室，他并没有听从罗武的话，假装不认识他，反而变得更加主动，关心他手上的伤口。罗武仍然保持着生人勿近的表情。回到教室后，他发现乐园准备了药膏给他，这样一个乐观而温暖的女生，让罗武首次产生了想要保护她的念头。继母在饭店听到其他村的阿姨们八卦，说老李晚上经常在路上向年轻女性搭讪，气得他下班后决定跟踪老李。看到一个女生独自在车站经过的老李提出顺路搭她一程，但被女生拒绝了。不远处的老李生了歹念，下车后直接将女生绑架上车。继母跟踪到老李的养狗场，但没能抓到他，反而看到了满脸是血的老李，他吓得赶紧逃跑，差点被老李发现。另一方面，因为殴打同学，哥哥贤武再次被送进少年管教所。老李接到电话却不予理会，只有罗武默默地为哥哥整理日用品，还偷偷塞了些钱给他，给了贤武。从小到大，虽然贤武总是打架闹事，像个小混混，但老李一直认为最像自己的是罗武，他能成为一个冷血的人。得不到关爱和认可的贤武对弟弟罗武愈发怨恨。继母慌张地回到家，急忙收拾行李，准备带着女儿逃跑。出门时却遇到了回家的罗武，继母恳求罗武让他们离开。这时老李开车回来，罗武立刻上前引开父亲，伸出手告诉继母要跑得越远越好，
绝不能让父亲找到他们，同时感谢继母这些年的抚养之恩。就这样，罗武不舍得送走了继母和妹妹，自己却留在了这个地狱般的地方。韩国记者的逼问程度让人难以承受。让你看看这个，女孩10年前亲眼目睹变态杀手杀害了她的父母，为了摆脱这段阴影，她改了名字，成为了一名小有名气的明星。结果被无良记者揭露了她的过去，不停地追问那晚发生的事情的细节，还讽刺地说可以帮她塑造悲情形象，来提升她的知名度。在众多闪光灯下，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乐园突然双脚发软。这时，一名警官突然冲进人群，紧紧抱住乐园，转身凶狠地盯着记者，两人目光交锋，眼含泪水。乐园立刻认出了眼前的这名男子，他是变态杀人魔老李的儿子，也是他的初恋罗武。乐园刚想说话就晕了过去，罗武用公主抱把他送到了医务室，他脱下外套给乐园盖上。即便是10年过去了，罗武仍然自责，他知道自己不应该出现在乐园面前，他能做的只有赎罪。10年前的那个平安夜，老李当着乐园的面杀害了他的父母。正当他要对乐园下手时，罗武及时赶到，他告诉父亲自己已经报警了，然后紧紧抱住乐园，手伸进口袋对父亲说了狠话。老李举起了锤子，下一秒乐园从噩梦中惊醒，醒来后发现罗武不在了，他急忙四处寻找，听说罗武经常会在休息区发呆。乐园赶到休息区，抬头一看，在自动售货机上看到了自己的海报，因为身份不能相见，罗武每天只能通过海报思念乐园。乐园在那坐了很久，也没有等到罗武。经纪人告诉乐园，又有一大批记者追来了。等车时，他发现鞋子被人悄悄擦干净了，而罗武只能在远处静静的观望。一群记者争先恐后的追逐乐园，大家都想抢到独家采访的机会。这时，罗武霸气的出现了，他一个人挡住了记者的车队。乐园转头看向远处的罗武，仿佛那一刻，他们回到了初次相见的那天，同样的樱花树下，同样的回眸一笑。另一方面，变态杀人犯老李在监狱中与卖人血馒头的普记者合作，把自己的罪行写成了自传出版。在普记者的煽动下，老李的自传销量大增。普记者想要趁机再下一城，计划制作一部纪录片。他认为这个关于变态杀人犯的父亲和警察学院优秀毕业生的儿子的主题会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他甚至打算公开罗武的面貌。老李对普记者的贪得无厌表示不屑，只留给他一个轻蔑的眼神。10年前，连环杀人魔老李被捕，他的儿子罗武作为证人出庭，记者们纷纷涌向法庭。年轻的普记者用讥讽的语气回问，因为是自己的父亲杀害了乐园的父母，罗武因愧疚而无法回答。这时，乐园也来到了法院，记者们立刻转移目标，开始追问乐园的感受。罗武决定摘下口罩，不在乎暴露自己的长相，将记者的注意力重新吸引过来。他不愿乐园受到任何一点伤害，并表明自己愿意承受所有受害者家属的谴责和报复。自那以后，普记者在这10年中一直利用老李的案件来炒作新闻。他还帮助老李出版了自传，因此声名鹊起。他打算趁热打铁拍摄纪录片，主题是关于杀人魔的父亲，关于警校优秀毕业生儿子的故事，触及到了他最心爱的儿子。老李绝不会轻易罢休。自从父亲被捕后，罗武就与继母和妹妹一同在乡下生活。老李的自传一经大卖，记者们纷纷来到继母的饭店，不断追问关于老李自传的感受，同时打探在警校上学的罗武的情况。继母气愤地把他们赶了出去。罗武在警校始终刻苦训练，成绩突出。今天他作为仪仗队队长出席演习，记者很快发现了他的身份，罗武就是那个杀人魔的儿子。他抓住机会对罗武进行采访。他提了一个假设，认为即使是杀人犯也应该有人权，应该得到同情。如果这个世界永远不同情这类人，那么杀人魔将不断出现。罗武对记者说，不要对杀人犯抱有任何期待，他的父亲具有反社会性格，没有同情心，不会感到内疚。自传中的道歉全都是假的，只是为了操纵舆论。这让2个记者哑口无言。同时，普记者找到了乐园，为了增加材料，他打算在纪录片中加入乐园和罗武的故事。之后，他又联系了乐园的哥哥，邀请他作为受害者家属接受采访。他还故意透露了乐园和罗武在学校的偶然相遇。在警察大学的毕业典礼上，这位男子从总统手中接受了代表最高荣誉的勋章。他刚转身离开，一些愤怒的人投掷了臭鸡蛋，狠狠地砸在总统颁发的勋章上。他们歇斯底里地喊着他不配做警察。这个男人名叫罗武，正是因为他的父亲是杀人魔，从小到大他一直生活在世人的诅咒声中。普记者趁乱拍下了罗武的照片，他露出了窃喜的表情，制止闹事的群众，并将他们驱逐出会场。罗武紧随其后，让警卫释放全家。他摘下了帽子，向受害者家属鞠躬致意。一名男子冲上前将罗武推倒，将他压在地上，并挥动拳头。罗武完全没有进行反抗，只是默默承受这一切。这一幕被远处的乐园目睹了。这时，继母和妹妹冲进了人群，继母抱住罗武，向闹事者声明，罗武和他的父亲不同，他试图阻止自传的发行，努力成为一名警察，都是为了赎罪，不应将他父亲的罪行转嫁给罗武。罗武平静地安抚继母和妹妹，然后再次鞠躬道歉。罗武一直默默地承受着一切，他摇摇晃晃地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乐园冲出来抱住了他。面对这位因自己父亲而失去幸福的女孩，罗武愧疚得无法开口。这一幕被赶来的普记者捕捉到，罗武紧抱乐园，不让他的面孔曝光。普记者正要前去确认，却被乐园的哥哥拦住。
哥哥将乐园从罗武怀中拉开，警告罗武远离他的妹妹。罗武沉默不语，眼睁睁地看着乐园离开。普记者嗅到了八卦的味道，询问罗武与乐园的关系。罗武愤怒地转身，夺过并摔坏相机，警告普记者，以后不要再麻烦乐园。普记者反而告诉罗武，乐园的悲剧他也有责任。他明知自己的父亲是个魔鬼，却爱上了乐园，导致他成为了魔鬼的目标，最终失去了父母。罗武没有进行反驳，愣住了，回到了医务室。继母在擦拭儿子衣服上的污迹，心疼地看着他脸上的伤口。罗武安慰他说自己没事。继母明白罗武这些年承受了很多，罗武非常感激继母和妹妹，他们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但当他转头看向窗外，看到同学们和家人的幸福合影，他不由得想到乐园的境遇，那个变态的杀人狂当着乐园的面残忍地杀害他的父母，而这一切仅仅因为这家人与他儿子关系很好。杀人狂笑着对乐园说，哭了就不美了。他拿起锤子准备再次下手，就在这时罗武冲了进来，怒目盯着杀人狂。乐园大声叫罗武快跑。那时他还不知道那杀人狂正是罗武的父亲老李。罗武告诉父亲自己已经报了警，警察10分钟后会到。他还说自己很能挨打，坚持10分钟没问题，不信的话可以试试。即使怒火中烧，老李也只能仓促逃走。警察及时赶到，将乐园带走。看到蹲在路边面色苍白的罗武，乐园从车上冲下来。尽管他刚刚因为罗武的父亲失去了父母，他还是抱住了罗武，安慰他这一切都不是他的错，让罗武答应他无论如何都要坚强生存。罗武看着乐园离去，默默地点头答应。警方一路追捕那杀人狂老李，最终将他逮捕归案。被铐上手铐的老李仍然嚣张地说，他不是被警察抓的，而是被自己儿子擒住的。在法庭上，罗武当庭指证自己的父亲是连环杀人犯。老李因多起命案被判处无期徒刑。10年之后，为了赎罪，罗武以优异成绩从警校毕业，成了一名警察。看到了父亲写的忏悔自传，为了阻止这本自传的发行，他不惜公开自己的面容，接受了电视采访，揭露了父亲的真实面目。自从父亲的自传出版之后，每天都有人把这本书放在他的宿舍门口，父亲的阴影始终围绕在他周围。他只能每天看着乐园的海报，记住他们的约定，坚强地活下去。经过几年的努力，乐园从一个小演员成长为大明星。今天是他被提名为新人奖的日子。罗武正在追捕一个嫌疑人，为了保护人质，罗武被嫌疑人刺伤。抓住嫌疑人后，忍着疼痛，他独自去医院处理伤口。在医院偶然看到乐园躺在隔壁的病床，他躺下看着乐园睡着。醒来后发现隔壁床上没人，以为这只是一场幻觉。罗武走到大厅，在电视上看到乐园晕倒被送医的新闻，这才确信刚才所见非幻。他顾不上伤口的痛楚，四处寻找乐园。此时乐园被记者围住，患有 PTSD 的他双腿突然发软。这时罗武再次冲进人群，扶住了乐园。乐园刚获得最佳新人奖，回到后台收到了贺卡和礼物。当他打开礼盒，里面竟是一把血迹斑斑的锤子。这把锤子就是10年前老李用来杀害乐园父母的凶器。乐园的脑海中突然闪过那晚的场景，被吓得晕了过去。这位当红女星晕倒的新闻很快成了头条。刚包扎完伤口的罗武看到这条新闻，焦急地四处寻找乐园。醒来的乐园很快被记者围住，他们迫切询问他晕倒的原因。他的 PTSD 再次发作了。这时罗武冲进人群，扶住了乐园，关心地询问他的情况。乐园想起了他们小时候的约定，乐园表达了自己的理想，想要成为像妈妈那样的演员。这样的话，即使将来他们联络不上，罗武也可以通过电视看到他。乐园也和罗武做了约定，罗武履行了自己的承诺，但因为两人的关系不能公开，乐园只能对记者说他是自己的粉丝。赶来的普记者也目睹了这一幕，经纪人很快带着乐园摆脱了记者。自从父母遇害后，乐园和哥哥相依为命。哥哥是一位正直的检察官，但因为工作繁忙，未能时常陪伴乐园。而乐园为了不让哥哥担心，没有告诉他，这些年来监狱中的老李一直在给乐园寄信。离开医院的罗武独自去电影院观看了乐园主演的电影，这是唯一能让他感觉好转的方式。继母刚刚收摊，看到受伤的罗武，非常心疼。罗武随便找了个借口，敷衍过去。他让继母抱了抱自己，告诉继母今天见到了一位不能相见的人。继母心里明白，只是紧紧地抱着罗武。另一边，老李和大儿子贤武在监狱里见面。老李一直在惦记着罗武，贤武不理解，自己一直以行动证明自己是唯一能继承父亲衣钵的人，不明白为什么父亲总是偏爱正直的罗武。老李猛地抓住贤武的衣领，说他太笨，所以从来不配做他的儿子。老李告诉他出狱后要好好当一回哥哥。气急败坏的贤武抓了个人发泄。老李看到激将法起效，暗自窃喜。乐园带着收到的凶器来到警察局报案，罗武负责了这个案件，这是他第一次以警察的身份处理乐园的案子。他询问乐园是否介意自己处理这个案件。乐园对罗武说，正是因为罗武处理，他才感到安心。送走乐园之后，警方很快确认了凶器上的血迹和指纹，他们怀疑是模仿犯罪，并且肯定与老李有关。根据指纹的鉴定结果，嫌疑人是个吸毒者，他直接承认了最近的锤击伤人和恐吓乐园事件都是他做的。但罗武立刻看出他不是真正的凶手。罗武拿出一把匕首给嫌疑人，甚至抓着他的手向自己刺去。嫌疑人因害怕而手抖，最终坦白是被人雇佣来干这事。雇佣他的正是刚出狱的贤武。贤武出狱后一直在罗武周围徘徊。他来到继母的餐厅，
伪装成客人给继母找麻烦，并辱骂他。继母认出是贤武后，心疼地问他为什么，出狱不来找他，住在哪里，有没有好好吃饭。贤武愤怒地告诉他，他是来报仇的。继母知道贤武本质不坏，他劝贤武留下来一起生活，结果发现贤武的鞋子上有血迹。继母急忙问他做了什么坏事。乐园的父母当年因多管闲事，招来了杀身之祸。继母气愤地给了他一巴掌。贤武无处发泄，在店里大闹一场，妹妹冲上前去抱住他，贤武就这样离开了。罗武打电话确认了贤武已经提前出狱的事实，因此将贤武直接列为主要嫌疑人，并开始通缉。随后他来到乐园的拍摄现场，拿出贤武的照片，告诉乐园如果看到他一定要远离并报警。罗武感到非常自责，10年前是自己的父亲杀了乐园的父母，10年后自己的哥哥又来威胁乐园，但乐园像当年一样蹲下来安慰他，告诉他这一切都不是他的错。出租屋的桌子上摆满了乐园的报纸和照片，贤武很清楚罗武的弱点，所以选择先对乐园下手。女明星深夜收到导演的短信，独自一人前往片场。到达片场后，发现那里空无一人，走进屋内，眼前的场景让他震惊。这里的布置和10年前他父母被害的现场一样，相同的圣诞树，相同的家庭照片，相同的音乐。这时一个身穿黑衣的人拿着锤子靠近，不由自主地让他回忆起当年的恐怖经历。乐园吓得躲到角落。罗武通过监控发现了贤武，乐园身上的定位器也发出了警报。他急忙赶到片场，直接开车撞开片场的门，到处寻找乐园，心疼又愧疚地抱住他。黑衣人已经不见了。罗武极力保护乐园不受任何伤害，一直抱着乐园直到把他送回家。虽然已经回到家，乐园还是会有幻觉和幻听，他不想让罗武担心，礼貌地道谢说自己没事。但罗武太了解乐园，乐园紧紧抓住罗武的手，这样他才能感到安心。罗武捂住乐园的耳朵，告诉他只看着他，不要想其他的事。乐园把心里的话说了出来，他希望罗武不要自责。两人互相用自己的方式安慰对方。普记者得知乐园在片场的遭遇，立即给乐园的哥哥打电话，告诉他乐园被恐吓的事情，正是罗武的哥哥。普记者希望借此机会让罗武和乐园产生矛盾，这将使纪录片更加引人入胜。乐园的哥哥急忙回家，看见罗武站在门前，他再次要求罗武离开乐园，不要再处理这个案件。但罗武坚决地对乐园的哥哥说，无论采取什么方式，他都会保护乐园的安全。警方根据线索迅速锁定了贤武的住所，但当罗武赶到时，贤武已经逃之夭夭。贤武还嚣张地打电话来，他对罗武说，乐园只是开始，他还会针对罗武身边的其他人。罗武警告他的哥哥不要伤害乐园，有能力就直接来找他。与此同时，监狱里的老李收到了一封信和乐园被恐吓的现场照片，露出满意的笑容。哥哥一出狱就想杀害自己的弟弟，他想通过这种方式向他们的父亲证明自己的力量。罗武在乐园家附近检查监控设备，被出门的乐园意外看到罗武总是默默的用他的方式保护乐园。来到乐园家也检查了门窗，在乐园家做客的前辈演员看到罗武在乐园身边，没坐多久就放心离开了。罗武送前辈出门，离开时还不忘和罗武开玩笑，前辈嘱咐罗武要好好保护乐园。结果刚回到车库，贤武亲切地打招呼，他拿着和老李一样的锤子，告诉罗武今天就要在这里解决乐园。罗武劝哥哥不要继续犯错，但贤武认为10年前全是因为乐园一家多管闲事，惹怒了他们的父亲。罗武为了保护乐园而举报了父亲，导致他们家破人亡。贤武认为他才是真正的受害者，所以要向罗武和乐园报复。罗武质问贤武，那个在片场恐吓乐园的人是不是他？因为那首在片场播放的歌只有10年前在场的他们3人知道，所以他认为片场的恐吓事件不是贤武做的，但贤武坚持说是他做的。两兄弟开始扭打，罗武刻意没有攻击贤武，一直在劝他停手。罗武还对他说，他们的爸爸从来没有保护过他们，而继母这么多年一直都在努力，不断给监狱里的贤武写信，希望他出狱后能一起生活。这难道不足以证明谁是他们真正的家人吗？但贤武回想起父亲偏爱他的那些行为和话语，他根本听不进罗武的话。这时乐园来到车库门口，听到他们打斗的声音，罗武堵住门叫乐园不要出来。贤武随后拿起匕首狠狠刺向罗武，罗武忍着疼痛抱住哥哥求他停手。贤武看到弟弟血流不止，惊慌失措丢下凶器逃跑。乐园绕到正门帮罗武止血并报了警。这时一个陌生男人走进车库，他的表情诡异地问乐园需不需要帮助。罗武被紧急送往医院。那个陌生男人在手术室外拍下了照片，乐园看着自己满手的血迹，害怕地躲在楼梯间。继母走进来帮他擦去手上的血迹，向乐园道歉，但乐园说需要道歉的是凶手，而不是他和罗武。那个男人脸上满是血迹，焦急的在饭店门前捶打，随后直接打碎玻璃窗闯入，拿起一瓶烧酒开始狂饮，打开收银机拿走所有钱。这时他看到桌上的全家福，就在刚才他试图杀害自己的亲弟弟，但看到血流不止的弟弟，他还是害怕的逃跑了。在洗劫继母的饭店之后，贤武跑到了继母的家，偶然遇到了刚回家的妹妹。其实贤武心里还是关心弟弟的，他这么做只是为了向杀人魔的父亲证明自己。得知罗武手术成功，贤武警告妹妹不要报警。看到一地狼藉的饭店，继母明白贤武本质不坏，都是因为老李不断激怒他，才让他变成现在这样。继母鼓起勇气，第一次去监狱会见老李。老李立刻猜到贤武伤害了罗武，还夸贤武终于表现得像个哥哥。继母指责老李
说他是魔鬼，不配做父亲，并告诉他以后这两兄弟将是他的孩子，让他不要再折磨他们。老李笑着回应：你10年前在养狗场看到我杀人，那时你就应该报警，是你选择逃避，纵容了我继续作恶。继母听后感到恶心，他告诉老李不要自欺欺人，罗武已经不是你的孩子了，他已经正直的长大，绝不会成为你希望的那样。然后警告老李。见完老李后，继母到医院看望刚醒来的罗武，他告诉罗武不要独自承担一切，他会劝贤武去自首，并承担起作为母亲的责任。与此同时，普记者的纪录片播出，他在节目中公开了罗武和乐园的关系，报道了最近乐园被恐吓的事件，没有特别强调嫌疑人是老李的大儿子。这两个家庭的复杂关系使得节目的收视率持续上升。他甚至揭露了乐园哥哥的身世，原来哥哥和乐园没有血缘关系，是因为幼年时父母被害，被乐园的父母领养。普记者也没有放过老李，他向公众揭露了老李被捕时头部有被袭击的痕迹，警方故意删除了这段记录，似乎有所隐瞒。老李在监狱看到这个节目后立刻暴怒，激怒之下抓住一名狱警发现这个喝醉的大叔被盯上了，有人尾随他准备下手，却被突然出现的黑衣人先一步行动。黑衣人摘下口罩嘲笑贤武弱小，贤武之前多次未能成功杀人都是他帮忙完成的，对乐园的恐吓也是他所为。黑衣人指责贤武不配做杀人鬼的儿子，这人是老李狂热的粉丝，自称是老李的义子，他精读老李的自传，在监狱学习老李的犯罪手法，目的是成为下一个杀人魔。看到倒地的醉汉还有反应，义子又补上一锤，他告诉贤武接下来要去找继母和妹妹算账。贤武惊慌失措，无法报警，他只能秘密守护妹妹和继母，不找死就不会死。普记者为了查明老李被捕时头部伤痕的来源，再次来到监狱探视，但老李一言不发。普记者对老李进行嘲讽，老李对普记者说他的知名度全是靠他的案件，警告他不要太过嚣张。普记者走进老李，这话激怒了老李，他起身掐住普记者的脖子，幸好狱警及时制止了他。普记者愤怒的威胁要起诉老李。普记者的节目播出之后，乐园去医院看望罗武，他告诉罗武要过得更幸福，两人决定暂时放下彼此的歉意，哪怕只是为了能看一天，内心的罪恶感依旧无法坦然的面对这份感情。罗武在病床上久久思考，最后决定去找乐园，答应了和他约会一天。乐园开心地拥抱罗武，今天是他们正式开始约会的第一天，两人都精心装扮。乐园一路上都目不转睛地看着罗武，时不时还会走近他，这让罗武感到非常害羞。在红灯前，他急忙喝了瓶水来冷静一下，他们相互对视的样子让人想起10年前的青涩时光。乐园带罗武去了一片树林，他说每当感到难过时就会来这里，因为这里可以让他平静。因为韩语中罗武和大叔的发音相同，所以来这里他会觉得四周都是罗武的影子，感到非常安全。罗武叫住了乐园，这对情侣去游乐场约会，女朋友拉着他要去坐海盗船，又拉着他去做大摆锤。女朋友指着旁边的设施问他这个可以接受吗？罗武坐上了旋转木马，幸福地看着乐园。要知道在外人眼里罗武是勇敢的，他是重案组的刑警，但在乐园面前他变成了一个温柔的大男孩。他们的约会非常甜蜜，为了赢得乐园喜欢的娃娃，罗武展示了他的高超技能，立刻赢得了乐园的仰慕。罗武接到了警局的电话，转身发现乐园不见了，他在游乐场焦急地四处寻找。其实乐园只是为了躲避粉丝而藏在角落。远处的他看到罗武如此担心，更坚定了想要与他共度未来的决心。回程路上罗武显得很沉重，因为一过午夜12点他们就必须回到现实，面对残酷的命运。罗武鼓起勇气靠近乐园，这时警局的电话再次响起。他们约会的同时，普记者在节目中大胆推测，老李被捕时头部的伤是罗武为了自保而反击造成的。普记者试图向公众证明反社会性人格是可以遗传的。瞬间，罗武和老李再次成为众矢之的。贤武看了这个节目，终于明白为什么父亲总说罗武最像自己。罗武挂断电话，安慰乐园说自己没事，然后送他回家。回想起乐园之前说过的话，他立刻掉头返回。长期压抑的罗武第一次说出了心里的话，这段相互奔赴也是相互救赎的爱情最终到来。第二天，罗武上班时遇到了陈组长，他明白当年陈组长是为了保护他，所以销毁了关于老李受伤的证据。陈组长告诉罗武他不后悔，希望罗武不受外界干扰。这些年陈组长对他们母子的照顾，罗武深感感激。因为普记者的举报，老李被带到警局做笔录，在门口偶遇10年未见的儿子罗武，却看到罗武和陈组长笑谈，这是他从未见过的笑容。老李的眼里立刻充满敌意。普记者刚停车准备回家，一个黑衣人向他走来，他却一点也不害怕，反而露出了笑容。普记者从多次与老李多次对话中知道，贤武表面看似小混混，实际上没有杀人的勇气。然后带贤武回家，打开了录音笔，关于老李的重磅新闻。就在这时门铃响了，普记者以为是快递，让贤武先藏进房间。他刚走到门口，门锁突然自己打开了，老李的干儿子熟门熟路地走进来向他打招呼，然后突然动手。干儿子转达了老李的话，说他做了应该做的事，现在还敢做不应该做的事。普记者提出交易请求饶恕，但在他话未说完前，干儿子就挥起了锤子。等到贤武出来时，普记者已经死了。干儿子还告诉他下一个目标是乐园和继母，离开前还嘲讽了贤武。贤武慌乱中把桌上的东西打翻，
一个摄像头掉了下来，贤武从案发现场逃了出去，急忙去确认继母是否安全。看到饭店里空无一人，他焦急地准备撞门，远处继母出现了。他不知道贤武为何而来，继母怎么会不知道贤武在担心他？他握着贤武的手劝他自首，他却让继母赶紧报警，这样警察就会派人来保护继母的安全。这时陈组长赶到了，贤武只能仓皇逃跑。警方很快接到普记者被害的消息，赶到案发现场。罗武看到和父亲相同的凶器，立即判断这是模仿老李的作案方式。警方调查了附近的监控，看到2个嫌疑人进入普记者家，确认其中一个是贤武。经过调查，另一个嫌疑人正是3年间一直和老李共同参加监狱活动的男人，也就是老李的干儿子。罗武拿到了干儿子的信息，去他家附近巡逻。干儿子从后面突击，看到手上的凶器，罗武确认了他的身份，开始嘲讽对方。干儿子被激怒，2人开始打斗，但他不是罗武的对手，很快就被打倒，打不过只好使阴招。他抓住一个路过的学生，罗武不顾一切地挡下了攻击。干儿子趁机逃跑。连环杀人犯在监狱里过得很潇洒，出自传赚了名利，很快就吸引了狂热粉丝，愿意成为他的干儿子，帮他杀敌。接着他还收到了情书，这个女人在看完老李的自传后，深深地爱上了他。他正和老李的大儿子一起计划帮助老李越狱。干儿子从罗武手下逃脱后，第2天被警方传唤去录口供，他早已做好了准备。干儿子原来是富3代，请来的律师帮他排除了所有嫌疑。他还嚣张地挑衅罗武，他站起来准备反驳，律师劝他不要回应，他就这样离开了。晚上妹妹下班回家，干儿子突然拦住了他，还传达了老李的问候。他拿起了锤子，贤武冲出来挡下了这一击。因为担心继母和妹妹，贤武一直在他们周围徘徊。2人的打斗引起了路人关注，干儿子只好匆忙逃走。贤武被锤击了几下，妹妹想带他去医院，但被拒绝，然后他摇摇晃晃地离开了。同时乐园刚结束今天的拍摄，一个男前辈开玩笑想教他演技，这时罗武出现，他拉开了男前辈的手，凶狠地盯着他。乐园在旁边帮忙解围，男前辈调侃罗武说他颜值还不错，罗武不甘示弱，让男前辈哑口无言。乐园看到罗武吃醋生气，反而很高兴。回到家，罗武再次变得像小狗一样，委屈地看着乐园，他一个动作就能让罗武平静，然后说他们就这样过平凡的日子，会嫉妒，会生气，会吵架，这种感觉很幸福。他们打算慢慢补上这些年缺失的甜蜜日常。继母正在收摊，她四处张望，期待着贤武的出现。这时一个女人走过来撞到了她，继母鞠躬道歉，女人不屑一顾地丢下一句话。在押送犯人的大巴上，老头看了一眼路边的红绳，紧紧抓住前座的靠背，做出缓冲的姿势。下一秒，大巴因事先放置的铁丝而轮胎被缠住，随后失控撞向路边。老头打碎车窗跳了出来，在大山中感叹着风景。老李心思缜密，并没有立即逃跑，而是等警察把他送到医院。在医院里，仰慕老李的女人已经伪装成护士，准备好了下一步。她悄悄地在病房给老李递了一根铁丝，她迅速打开手铐，几下就解决了警卫，在楼梯间与干儿子会合。凶残的老李就这样顺利逃脱了。老李越狱的消息很快传遍了街头巷尾，大家都陷入了恐慌和不安。最危险的是继母和乐园。老李这次出狱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切断罗武的情感牵绊，从而激发他成为另一个杀人魔。贤武看到新闻后，决定不能再袖手旁观。他带着从嫖妓者家里捡到的摄像头，去找乐园的哥哥，希望他能利用这个证据抓住老李的干儿子，阻止老李继续逃亡。贤武笑着说他们是同类人，这话也道出了乐园哥哥多年来的压抑心声。小时候，乐园哥哥在亲生父母被害现场因防卫过当杀死了凶手，这些年来他心中的阴影始终未散。罗武赶到乐园家，告诉他他会阻止老李，也会保护他的安全。乐园抱住罗武安慰他自己没事，也不会躲藏。为了保护乐园，罗武决定搬来他家。乐园的哥哥以检察官的身份来找罗武，告诉他摄像头中的证据可以证明贤武的清白，也是第一次嘱咐他好好保护乐园。老李来到继母的饭店周围，看到组长和一个女人谈笑风生，长久压抑的杀意涌上心头。女孩正要下车时，突然看到窗外有人靠近，一个黑衣人打碎车窗，伸手向他伸来。罗武及时赶到，阻止了他。敢对乐园下手，罗武全力以赴夺走了他的锤子，将他按在墙上，用凶狠的眼神瞪着他。干儿子吓得尿了裤子，他终于明白为什么老李如此看重罗武，因为罗武的潜力远超老李。就在罗武举刀准备刺下的瞬间，罗武突然清醒，他明白了为什么父亲总说他最像自己。乐园帮罗武处理伤口，他一直回想着刚才那副陌生的自己。乐园告诉他无论何时都不要因为愤怒而失去理智。罗武也承诺他以后不会再这样。陈组长和继母送来了亲手做的便当，陈组长刚挂掉电话，发现继母已经走远了，他马上跟了上去，但一辆车以问路为由拦住了他。接着老李从车后坐出来，挥舞着锤子，愤怒地斥责陈组长。看到门口的便当，罗武想着陈组长还未走远，便追了上去，但当他赶到时，陈组长已经倒在血泊中。老李看到这一幕，满意的离开。看着这位10年如一日照顾自己的陈组长被自己的亲生父亲杀害，罗武彻底爆发了。他直奔看守所，掐住干儿子的脖子，逼问老李的住址。干儿子坚称自己不知道，他根本不了解现在的罗武，已经无法控制心中的怒火。干儿子认输，只好说出来。百密一疏，老李趁机来到毫无防备的继母家，准备对他下手。继母告诉老李，即使杀了自己，
罗武也不会成为他所期望的那样。老李却不这么看。另一边，贤武得知老李再次行贿，急忙来找继母，发现饭店关门，感觉不妙。在去继母家的路上，贤武幻想着全家其乐融融的场景，这使他明白了谁是他心中真正的家人。老李和继母聊完，就正准备动手时，贤武冲进来了，他请求父亲放过继母。老李举起锤子砸了下去，告诉贤武懦弱的人不配做他的孩子。因为继母一直不接电话，妹妹急忙给哥哥打电话。罗武也感觉到了危机，父亲递给儿子一个铁锤，让他亲手结束母亲的生命。儿子无法下手，恳求父亲停手。老李直接用锤子打了贤武，骂他太弱，不配做他的儿子，让贤武看看他是如何杀人的。贤武冲上前挡在继母前面，老李愤怒的再次举起锤子，继母不顾一切的挡在贤武前。老李回忆起罗武保护乐园的情形，他不理解为什么两个儿子都要保护其他人，而与他这个亲父对立。老李决定同时解决他和继母，这样可以更刺激罗武。就在他要动手时，门外的情人打电话告诉他警察来了。老李只好停手，幸好及时抢救，贤武和继母都脱离了生命危险。经历了一番生死关头，母子俩坦诚相见，倾诉心声。继母希望贤武接受应得的惩罚，全家都会等他回来。罗武在警局逼问干儿子老李的藏身处。罗武说，为了保护乐园，他曾攻击过自己的父亲。在罗武眼里，老李不是强者，他只是一个懦弱的杀人犯。得知老李的住处后，罗武带着警方立即前往，但老李已经逃跑了。他留下了自传的最后一页，向罗武正式宣战。罗武来医院看望受伤的贤武，也表达了他与继母妹妹的共同感受，会一直等他回来。贤武嘱咐他要坚守自己的原则，不要成为父亲希望的那种人。回到家之后，乐园已经准备好了一桌子饭菜，又不经意间撒了一把狗粮。罗武和乐园约好了，明天一起去祭拜他的父母。第二天，罗武正要出门，接到老李情人的电话，对方说要自首，但这其实是个陷阱。与此同时，乐园和经纪人在去陵园的路上被堵，随行的警察下车检查情况，突然被老李的情人用针扎到。老李同时制服了另一名警察，就这样绑架了乐园。男主接听女友的电话，电话里传来了父亲的声音。这个恶魔一般的父亲为了刺激儿子，竟然绑架了他最爱的人。他再次感受到失去心爱之人的恐惧。罗武按照父亲的指示到了陵园，交出了自己的手机，然后收到了父亲准备的礼物。罗武明白这场善与恶的斗争最终需要他自己来解决。乐园再次面对杀害他父亲的老李，直接要求他道歉。本应幸福的家庭因老李的疯狂而破碎，但在老李眼中，他们不过是他的猎物。他还告诉乐园，他会在罗武面前杀了他，切断罗武的情感牵挂。乐园却说了和继母一样的话。为了找出老李绑架的地点，乐园的哥哥来到医院。贤武告诉他，小时候老李经常带罗武去老家的养狗场，他也请乐园的哥哥一定要安全的把他们带回来。罗武独自一人前往养狗场，与父亲正面对峙。老李谎称乐园已经死了。看到椅子上的血迹，罗武瞬间失去了理智，正要动手，突然响起乐园的声音。罗武立刻恢复了冷静。根据老李一贯的风格，他肯定会在罗武面前杀死乐园，因此他坚信乐园还活着。老李见此再次刺激罗武，说如果不现在动手，乐园肯定会死。想起身边人的忠告，他扔掉了手里的锤子。罗武对老李说，尽管他体内流着老李的血，但老李不配做他的父亲，因为他只是一个懦夫和杀人犯，是被这个世界抛弃的废物。老李听后大怒，两人开始扭打，很快就被罗武制服了。与此同时，乐园被关在另一个房间，他嘲笑说女人真傻，说他只是老李众多妻子中的一个。那个女人气急败坏，拿起针要扎人，没想到被乐园反杀。他立即拿起电话报警。老李威胁罗武，如果不放手，隔壁的女人会杀了乐园，然后趁机将他打倒。这时乐园冲了进来，这一次他来保护罗武。老李愤怒地向他们冲过来，罗武为了保护乐园全力以赴，折断了老李的手指，将他按在墙上。这时警察也赶到了现场，老李彻底败了，但他仍然不放弃，夺取警察的枪还想反抗。罗武见状拿起枪对准了老李。就在大家以为罗武会失控时，他开枪打中了老李的腿。父子间的对抗终于结束。在法庭上，贤武因故意伤人罪被合理惩罚，不过这次他有家人在等他，而杀人魔老李再次被投入监狱。阴暗终将消散，阳光依然温暖，所有人都迎来了幸福的结局。罗武和乐园在不公的命运中相互救赎，